我的天哪，这个被彻底摧毁了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了，属于。这场面以前都是在新闻里看，你现在现实中看着真的很震撼啊！连根拔起啊，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地砖水泥都不好使，连根儿都给你干起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2025年的8月24号，台风剑鱼侵袭海南省三亚市，所到之处狂风大起，暴雨倾盆，宛若世界末日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哎呦！我靠，太猛了！哇，全亮！来了啊！台风来了，兄弟们！这台风太吓人了，楼一直在晃，看着灯，听着外面的风，已经停水停电了。妈呀！准备撤了，撤了。外面刮台风，守在室内的人们也是不好过。我的天！哎，喂！
据三亚发布的消息显示，今年的第13号台风剑鱼被指是自三亚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影响最强的一次台风。而海南省气象局也证实，在台风剑鱼经过时，三亚各区都出现了14级以上的大风。其中呢，三亚市海棠区阵风达到了16级。受台风剑鱼的影响，8月24号8点到25号的8点，三亚全市普遍出现大暴雨，多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，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超17级的台风，而这也打破了当地的风速的记录。赶倒了，这次台风太大了。在狂风暴雨中，大街上一片狼藉，很多大树都被连根拔起，而海边也掀起了5米高的巨浪。一觉睡醒天塌了，那么大的浪，这根本不用钓鱼，钓那个鱼都上岸。路，这，你地方危险了，不要出门了，不要出门了。有三亚海景酒店的玻璃被震碎，有视频显示，一家酒店大厅很多客户正在准备吃饭，但大风突然间吹开了酒店大门，人们吓得是四处奔散。很多被吹断的树木压在汽车上。有超大广告牌也被大风吹倒在地。大广告牌倒了，直接封住了这条路。不是谁能告诉我他怎么上去的？管上去的。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，一排停着的汽车似乎落下了一根长长的电线，还在着火。着火了！中国大陆网友纷纷留言表示，台风剑鱼没登陆都这么厉害，是条大鱼呀！都没直接登陆算好的了，直接登陆三亚就平了。也有人感叹，天哪，40年一次的强度，第一次遇见，真的太吓人了。在台风剑鱼的强风之下，一名男士无奈地发现自己家中的冰箱、沙发等家具都被大风给吹走了，好好的房子差点变成毛坯房。一名男子家中的房子屋顶竟然被台风给吹走了。哦，我家没屋顶了，我家屋顶飞走了。有的高层居民楼窗户玻璃也被吹坏了。这一侧的玻璃基本上都碎了。全碎了，这个是我家。也有地方的居民纷纷到地下车库躲避台风。那么也有网友发消息说呢，谁家的水塔从天飞下来的，过来认领一下。水塔旁边就是一辆汽车，很幸运没有被砸中。有眼尖网友说，
旁边那个小白汽车运气还怪好嘞。台风剑鱼也重创当地的香蕉园，有人发截图说300棵香蕉树只有1棵没有倒下。作为旁观者，不免惊叹于这棵在狂风中屹立不倒的香蕉树，但作为果农来说，则是损失惨重的欲哭无泪了。剑鱼台风啊，一片狼藉，夷为平地啊，真的是无法用言语表述啊！惨啊，破产，从头再来。三亚市区的狂风暴雨好似世界末日。据路媒经报网的报道表示呢，三亚、乐东、万宁、陵水、保亭与五指山等市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道路、供水、通信和电力中断，以及部分地区受淹等灾情。这是海南省的五指山小岛公园遭遇的台风情况，当地太平水库上游也是开闸泄洪。这里已经封起来了。之前有那个涉水桥的，现在也淹掉了。音乐喷泉广场也淹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那些树都被吹倒了，看到那个护栏了吗？护栏也被吹歪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三亚市总共有2万多棵树木倒伏或出现倾斜。某寿园小区的积水深度达到了约70厘米，有7个行政村社区已经停水了，而且影响了7000多户家庭。现在还有超过5000户人家没有恢复供水，而且光是乐东县就有13个村出现了停水，至少有1个医院的地下室出现积水的现象。陵水县也有2万多棵树木出现倒伏。台风剑鱼导致658个通信基站出现了退服，总计影响移动用户4370户，影响固网用户6448户。台风过境以后，民众纷纷上传灾后的城市现状。昨晚台风有多严重？这个剑鱼把整个2楼这些办公区都给吹没了，1楼办公区也成了水帘洞，等待维修的车辆也排起了，都是台风中受损的车辆待维修。台风过后，海鲜市场的商户们也受到了损失。最担心这个海鲜市场，海鲜死多少？咋的？这还有一口气。现在有命救，这还有口气是吧？这个打包带好了，地黄蟹应该也死的也不少，现在还没来电，损失不是1万的。他们一个市场还是没有电，也没有人。综合路媒及社媒平台的消息呢，8月24号重创三亚的台风剑鱼导致全城停摆。三亚全市首次启动了所谓的5停1关，即停课、停工、停业、停航、停运，关闭景区。此外呢，有3万人被政府紧急疏散。海南省官方对外宣称，鉴于是自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影响三亚最严重的一次台风，至少造成三亚市55.7万户停电，以及10.25万人受灾。大面积的停电听起来只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，但在灾区就会明白这将给人带来多大的困扰。充电中了，三亚台风好多地方路都断了，好多都没电了，救人充电了。一名店家也无奈地表示，停电给生意带来很大的影响，希望早日恢复正常来电，我们能正常营业。我们店里面现在正是一团糟了。这是台风剑鱼横扫三亚市区的惨状。讽刺的是，这个压在汽车上的展板清晰地写着“政策宣传栏”5个大字，而宣扬中共论调给老百姓洗脑的宣传栏倒塌，似乎也预示着中共的洗脑宣传不灵了。虽然上述消息让人感到震惊，但中共一直都是报喜不报忧。
每次天灾人祸来袭，都极力压低受灾的人数和受灾的真实的情况，而网友披露的数据则狠狠地打脸了中共。有海南网友证实，当时新闻报道说台风剑鱼风力有12级，但根本就不只是12级风。我家住在24楼，当时跟地震一样，楼一直在晃。那么也有人表示呢，车开着却已是天昏地暗。台风剑鱼疯狂肆虐，这次三亚受伤严重了。还有人直言太可怕，太恐怖了。在三亚旅游的李女士也在网上发文讲述亲身的经历。人在囧途之三亚，航班突然被取消，无奈被困三亚，遇到最强台风，房间停电，什么都让我给遇到了。8月25号，李女士接受路媒潇湘晨报的采访时称，她所在酒店大堂玻璃感觉马上就要被震碎了，当时玻璃已经弯曲的不行了。她说，台风强度最大的时候是8月24号晚上7点钟左右，当时是准备到餐厅去吃饭，突然停电了。本以为是餐厅停电，结果发现整个酒店都停电了，只有应急灯在开着。听说呢，这一排酒店都停电了。当时在酒店大堂有好多人，大概1-2个小时以后就来电了。那么与海南省距离较近的广东、广西两省也受到了台风剑鱼的影响。根据报道表示，广东省海域风力加大，珠江口以西的海域所有的海上作业渔船全都已经回港避风。8月24号上午，广西海事局把预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到了3级。北海至涠洲岛航线也在8月24号、25号停航，当地也启动了应急的预案，输运了2万多名旅客。下了渡轮了，都干出来了，现在来火车站了，那么多人，这个逃离三亚真的太难了。已经进入了秋季，但中国大陆的自然灾害依然是没有减缓的迹象。号称是三亚史上最强的台风剑鱼，不仅重创三亚全城，也让中共的豆腐渣工程在狂风中纷纷现形。狂风过后，大街小巷满目疮痍，停水停电，到处都是刮断的树木、被风吹坏的玻璃，造成的损失的设施。人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切呢？根据中共政府的办事力度，百姓只能是默默的忍耐，也只是自己蚂蚁搬家似的收拾残局，然后无奈地承受着灾难过后的种种的不便。一场台风，一场自然灾害，不仅吹掉了一座城市的虚假风光，也吹掉了中共口口声声的为人民服务的虚伪的遮羞布。哇，打雷了！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